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你的爱情剧本是什么？请在这三样物品之间，金色书签、白色胶带和金色龙脑这三样之间选择你最有感觉的一个。请把你选择的序号和天下有情这四个字打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上。短视频的朋友请双击牌面。好，我们来看金书签这个选择。你的爱情剧本呢，主旋律是鸳鸯蝴蝶派呀，期待和你心爱的人双宿双飞，共享人间美景啊，这个愿望是很好的呀，所以情节呢也很丰富。在这个剧本里啊，你是一个蛮注重细节的人，对于感情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一些关键的小地方啊，有自己独到的审美力，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完美主义者来形容。可能在别人看起来毫不在意的地方，你却可以变成一个情感细节控。对待细节的这种高精度的完美要求，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这是你在主旋律过程中啊，所特别拥有的一种主角必杀技。这个必杀技呢，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让你得到高品质的情感，还有这种爱情体验啊，同时也会让你的那一半，你的这个爱情伴侣被逼疯，所以这个是对你和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可以说是情感劫波。这波浪既可以推动你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更完美的品质，同时如果你们扛不住的话，他就会把你们推向扯皮和细节争执的深渊。所以呢，在你的爱情主旋律剧情里，它的最终导向呢，其实是劫波渡尽，波澜不惊。最终你们要超越这个剧情的劫波呀，要把先天剧本所带来的这种完美细节控化于无形。这是真正剧情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方向。到了这一步，那可以说你和你的爱情伴侣才超越了命运的枷锁，两个人可以幸福而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再来看一下你的主角人设啊，在你的人生爱情大戏里边，你有内外两个面相。你的外在主面相呢，在大多数人看来啊，对爱情呢是非常具有可以说是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人，让人捉摸不定。你在别人的眼中是非常有魅力的，可能对你有感觉的人很多，被你的魅力电磁扫射到的人呢，都会眼前升起一阵涟漪。但是呢，他们并不了解你的内心，而且你也未必对他们动真情，所以你是这样一个非常有魅力，甚至说游戏花丛的人。那这种性格呢，对你来说，可以是一扇窗口，它会带给你很多体验和冲击。但骨子里呢，其实，你是一个相信奇迹的人。有时候你不会按照常理出牌，不会循规蹈矩啊。有时候喜欢在大起大落的极致的动荡之中去找寻真爱。在你的这个设定里啊，会给这份感情带来很多惊险刺激的环节，一环又一环。那有时候，甚至比一部大片还要精彩啊。这是你外在给别人的一个情感的印象。但你的内心呢，实际上还是蛮沧桑的，并非像你看起来那样的游戏花丛啊，或者说情场老手。其实你也希望有一份温柔的感情和温柔的港湾，在你受伤的时候、疲惫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地方休憩。那么再来看一看你的爱情对手戏啊，你的那位情感伴侣呢，其实也饱受折磨。在你这样高强度的这种刺激的剧情里边啊，也像坐过山车一样，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可能他看起来还蛮不在乎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剧情远远比他外表看起来对他的冲击要大。他内心呢可能
也在不胜其烦。但确实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呢，他也会迁就你，或者说摆出一副和你这个同进退的样子。但实际上要知道啊，你的这种过山车的情节对他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应该多多体谅他才对呀。他跟着你去陪你这样玩这种刺激的剧本，真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吃得消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影响你感情剧情走向的关键罗盘。这个八宫阵呀，它其实是一系列的坐标，看看在你的人生中究竟哪些要素是起到剧情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的。那么在你的感情大戏中，你最在乎或者说影响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要素呢？那这个罗盘来显示啊，针对你这种类型和你选择的这个爱情剧本来说呀，颜值其实不是那么关键的啊，精神品质呢，只是一个参考要素，它不是决定要素。性格方面，包括这个学历呀、文化呀，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同时呢，经济上其实你也没有必要抱有过高的期望啊，因为双方的经济都比较自给自足。那起到决定性要素，或者你最应该考虑的，恰恰是家世，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很保守的观念啊，但其实它的背后呢，有其必然的规律。这个门当户对意味着你们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所以在最核心的价值观方面，包括在这个地位啊、人脉方面，会有很大的交集。而这对你的人生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们说了，你想设置的一个主旋律剧情啊，是鸳鸯蝴蝶双宿双飞，这就要求夫唱妇随或者妇唱夫随，总之两个人呢很有共同的语言。而对于你和他这种类型的爱情剧本来说，最好的语言莫过于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成长的背景。也就是说你选择的这个剧本是一个，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可能差异化越大越舒服，他会选择体验惊奇，选择不一样，选择这个游戏花丛的这种丰富体验啊。但实际上骨子里其实是蛮保守和渴望一份认同的。那这种认同感和归宿感，恰恰需要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保守的要素来作为一个定海针。这可能和一般人看起来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但恰恰是这种相反，它决定着你剧本的走向。那在这个定海神针锚定的情况下，那你们有共同的成长背景、共同的家世和阶层，乃至有共同的一个话题三观，有共同的人脉交集，那么其实这份关系相对来说就慢慢的由这个惊涛骇浪啊，充满奇迹，变得波澜不惊，慢慢趋于那种稳固和平静。有了这个版本的话，那对于你的工作事业来说，其实是一个保障啊。但这也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还是你需要一个归宿感在你的这个剧本里边，而这种稳定的后方能带给你成长，能让你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定。那么这里边还会遇到两个分支剧情啊，所有的剧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我们也不完全是傀儡，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啊，是信念锚定了剧本的进程，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那么在你当前的这个信念模式下，这个剧本还有最大可能的两个分支剧情。一个是分支剧情是，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沿着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啊，很魅力四射，游戏花丛，同时呢又看似像一阵风，捉摸不定，是一个可以说是公关高手或者处理感情关系呀，还有公关关系的一个情场老手。按照这条路走下去啊，那么实际上你会遇到一个瓶颈，就是这条路走下去，你必须走得分毫不差，才能达到最佳的结果。在这个你的关键时期，会有一波大势
来袭。这波大势呢，是你无法左右和阻挡的，它会给你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改变。你面对它，可以说，唯有完全的臣服。这是你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对你感情观还有三观影响极大的事情。在经历了这件正面的大事件之后啊，特别注意啊，它是积极正面的，它会给你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啊，把你从一个可能之前一个比较偏重于风象型人格的人，变成一个非常沉稳厚重给人感觉很靠谱的人，在性格上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啊，这是你感情路上的一个大的转折。这是剧情1，它触发了你的一个性格觉醒和升级。那支线剧情2呢？就是你这种目前你按照这个线索走下去的话，在精力方面其实损耗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你的身体是一个挑战。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它是高消耗的，你的身体是吃不消这种消耗的。虽然看起来很风光，但实际上你的健康会遇到一个挑战。那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会有一个事件关键的转折点，会对你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它可能是一个贵人，或者是一个人的出现，或者说是一个团队的出现，或者是一个事件的出现。这种事件会震醒你，会让你从迷梦中，或者说你自己营造的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你醒过来发现，咦，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我一直在走这条路。那么你会重新开启一个新的旅程。那这条支线给你所带来的冲击其实是更深刻、更加刻骨铭心的，比上一条支线还要有力量。当然你的遭遇或者你所受到的冲击比上一条支线要更惨啊，所以你经受的痛有多深，你的进化和改变的力量就有多深。那这条支线你要经历的这个改变，那它会让你飞得更高，它会让你整个人生的境界变得不一样，它让你可以看到更高处的风景。这时候你再看你之前所经历的那些事情，那有时候真的会有什么呢？会有毛毛虫变蝴蝶的感觉呀，就像蝴蝶看毛毛虫一样，真的不一样了。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回顾一下，给你的这个爱情人生剧本一个总体的建议和祝福。你的剧本其实选得非常精彩，而且非常刺激，跌宕起伏啊。一开始是小日子的温柔，但是慢慢的峰回路转，慢慢的这个戏码不断的加重啊，最后给你带来一个生生死死的一个爱情波折呀，大起大落啊，所谓苦尽甘来，甘尽苦来啊，起起伏伏，把你练成了情圣级别的一个觉悟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呀，当你经历了这些之后，那你对于爱情的理解，对于生命还有你自己的理解呀，都会上升很大的一个台阶。你会发现在这场游戏中啊，真的特别有意思。这场游戏中你并没有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所有的这些剧情都是帮助你成长的。当你劫后余生回首看这一路的时候，会发现冥冥之中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着这一切，它在拖着你，保护着你，祝福着你。这时候你看清真相，你会发现你应该感恩，应该臣服，应该向所发生的一切道声谢谢，谢谢上苍。这就是你选定的剧本背后的台词啊，这也是一份祝福。这份祝福已经在发生的路上了，所以当你面对那些可能的风雨的时候啊，心中怀着这份祝福，好好享受吧。没有不幸，一切都是最好的，它会帮助你成长和觉醒。 OK， 以上是关于金色书签的解读，朋友们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好，我们来看这个白胶带的选择。这个三角阵呢揭示出了白胶带这个选择的主旋律剧情啊。那你的爱情剧本的主旋律啊是非常有力量的，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一样啊，敲着战鼓滚滚向前，而且是带有这种粗犷激情和那种雄性能量啊，这种力量能够让你在爱情中啊非常的一往无前啊，哪怕是在柔弱的外表下呀，依然有一颗昂扬的心。
你的这种能量会给你这个爱情剧本带来一种特别原始的激情，这种激情啊，它伴随着那种生命力的冲动，会让你在这个将来的关系中啊，可以说爱得死去活来啊。那这种质地和这种品质的爱情啊，真的在这个世间也是不可多得的呀。那同时呢，你的爱情在这种原始力量的推动下呀，就像大江大河一样，是非常荡气回肠的。在这个故事中呢，有低谷，有高峰，在中间可能会经历一片，在中间可能会经历一片险滩和低谷，看起来有一段时间甚至这个光明会隐没不现。但是，一旦越过这一段险滩之后豁然开朗。最终你的主旋律的一个结局啊，就是黄河入海那种感觉。经历了很多波折，还有很多这个剧情之后，你的这个最后的归宿会非常的绽放和完美。这样的一个剧本，可以说堪比电视剧中的狗血剧情要强很多很多倍的啊。最后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完全能够实现你心想事成的一个美好梦想。从这个四方阵来看呢，你的主角人设风格是比较另类的。这个另类体现在这个人设有很多 bug。刚才我们说了，你的主旋律的剧情是非常完美的，非常荡气回肠的。而这个荡气回肠的前提呢，是你的主角人设要有足够的成长空间。所以你的基本参数，各种武力值啊，魔法值啊，一开始会比较低，需要你在这个过程中去打怪升级。那你一开始在情感中给人的印象呢，其实是有点不讲理，或者说不按规矩出牌。这个具体到男性和女性虽然它的细节表现的类型不一样，但这个能量的模式和节奏都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类型不按常理出牌，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同时呢，又有很多很容易让你生气的地方心中呢也有很多没有开窍的地方和卡点。总之，如果一开始和你在感情剧中去开始一场旅程的话会磕磕绊绊的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多小 bug 呢这个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开窍的原因。所以说你的这个成长路程算是那种偏重于大器晚成型的。在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要比其他人呢看起来小问题要多，但是这种小问题呢都是你剧本自带的，而且你不用担心它最终这些小问题都会不治而自愈。随着时间的成长这些小问题会批发式的一次性解决。那在你主角人设的内心呢，其实你需要一个启蒙期和一个觉醒期。在你内在的这种生命觉醒没有到来之前呢，你看很多事情它是比较模糊的，或者说是很懵懂的，晕晕乎乎，没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观点。那所以这种状态注定了你在感情乃至其他方面会吃一些小亏。不过这种小亏呢也是成长的代价没有关系这里面是需要你为自己的生命肖像画一个比较好的蓝图，而这个真正的蓝图，这支创造自己的笔，是需要你在各个剧情的成长中去慢慢绘制出来的，是需要你迎着风破着浪扬着帆去前行，用你的原始的生命力这是一个有点像荒岛小男孩或者小女孩的一个奇幻之旅所以你这个人设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来看一看你的爱情对手戏的那一半的人设。你命中注定的那一半其实它比你要沧桑一些。如果说你的爱情起点是那种萌昧或者懵懂是还有待成长有待开发的那种孩子般的那种青涩和稚嫩的话，那你的另一半明显要早熟一些。他对待事情呢会有很多自己的观察视角，他对待感情呢也会比你相对来说比你更加客观和理智一些。
你是走原始生命力这个风格的，而他呢会带有更多的理智，但这是他的一个初级成长态啊。如果你真的完全成长起来的话，那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到他，并且他也会被你所改变，他也会和你被你的这种原始力量所感召啊和共振，你们会融为一股力量，然后一起去开启这场冒险之旅。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而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这股原始生命能量是否能够很正向的，并且成为建设性积极性的这个方式来展现出来，并且注入到两个人的生活和关系中去。这是你要做的特别重要的功课。这个八宫阵呢，它是一个罗盘，从这个罗盘中啊可以筛选出决定你剧情走向的关键指标，你在每一个指标中的选择或重或轻都会影响到未来的爱情结局。那对于你来说呀，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这个罗盘显示，在你的爱情之路上，你最需要重视的是首先是伴侣的性格要素，因为你是一种原始生命能量非常 open 非常具有张力的类型，所以要找到一个和你这个性格很匹配的类型。它也许不是那种和你一样有张力的啊，如果两个人以刚对刚，双方都不改变的话，那其实会是一场灾难。所以性格的选择至关重要，它最好和你的性格能够互补。另外呢，在事业上也能够和你有一个特别好的搭配。对你来说呢，你这种生命能量要善于引导，除了要把它释放在爱情领域方面呀，在工作和事业这个领域也可以把这股旺盛的能量转化为创造力，它也变成你感情生活的一个延伸。那这两个坐标把握好了之后，其实你的整个爱情剧本就基本不会跑偏了。比较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其他方面你需要有一点点注意啊。在精神方面呢，特别要注意不要被你的这种比较旺盛的能量所困扰，它有时候会给你带来一点烦恼和折磨，这方面你要控制好，学会去疏导它。那在世俗的这种名利呀，还有世俗成就方面呢，你对自己的要求不要太高，要记得适可而止。很多东西是急不得的，它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你又是那种大器晚成的类型，所以不要逼自己。当你逼自己的时候，你这股生命能量会变形，它会变得不再是你所特别滋养的那种舒展的能量了，它会异化，这是你要特别避免的一条生命成长的歧路。好，这个两条线啊，是你爱情剧本的两个分支剧情。刚才我们说主旋律是一种状况，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自己的自由选择。在你所有的心智模式啊，还有各个的能力指标、能量指标基本确定之后啊，其实轨迹是可以大致能够看出来的。那随着你的选择，那你的生命轨迹会有些许的不同。那这两条支线就揭露了这两条隐蔽的支线剧情。第一条剧情呢是低开高走的路线，这条路线呢，你的旅程呢是要经历一些磨难，在情感中可能不会一下子找到你的那一半，在这个过程中呢，会经历世俗生活的磨练还有沉淀，你会和自己内心对话，找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能量出口。如果你的生命能量没有被这些磨难或者说考验所固化的话，那么它终究有一天会破土而出会走到它应有的轨道。这时候你的感情生活也会找到自己理想的归宿，最后和自己心爱的人双宿双飞。所以这是一条低开高走的路线，虽然一开始剧情很曲折，但最终的归宿是圆满的，这是一种可能。而第二种可能就是高开高走的路线。如果你能够很好的善于处理自己的旺盛的生命能量把它转化成创造力，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健康的
整体的能量场和信念系统的话，那么你会很容易吸引到，靠你的魅力啊，吸引到你理想中的感情伴侣啊，那你会成为被追随的对象啊，你会感受到啊，你被你的那一半所依靠，你会非常有力量啊，这时候是一股特别美好而且圆满充实的生命状态，这是高开高走的路线。要达到这种状态，那就意味着你要善待自己内心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这个能量系统的调理，要把它调试成一种和谐的状态，而不是随波逐流，而不是每天懵懵懂懂的人云亦云，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两条路线呢，都在你的感情剧本之中，就看你如何选择，对自己的努力程度。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关键性罗盘的指标选择，你在很多人生关键节点上选择了哪个按钮，是选择了 A 路线还是 B 路线，这决定着你未来的走向。最后呢，给你一些祝福和建议吧。在你的人生之中啊，你要知道，虽然你会经历很多，但是所有的爱情剧本都是为了你的生命成长而来。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考验啊和障碍，其实都会促进你成为你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会遇到真正的危险，你是特别平安的。所以你当面临这些障碍的时候和这些波折的时候，你要时刻记住回归平安，尤其是内心的平安，对自己呢多一份信任，少一份纠结。在处理很多问题的时候，看待很多事件的时候，包括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啊，你的原始能量会带着你往前冲啊，但这你可以有意识的让这股能量再平衡一些，在做决定的时候再柔和一些，在处理很多关系的时候多一些分寸，而并不是完全由着本能向前走。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善待自己的弱点，看到自己的弱点，弥补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支线剧情2，怎样能够高开高走呢？就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能量场，这就需要你在平时不断的梳理自己，来弥补自己的各个小 bug。就好比一辆车在上高速公路之前，要经常的保养，要发现哪个螺丝钉有问题，哪个零部件可能需要保养了，那这时候把所有的问题能够提前解决。这时候当这辆车再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它就会一往无前。所以这个过程啊，是你和你的先天生命能量和平共处的一个问题。只要你能够善待自己的这股内心的冲动和这种旺盛的能量，那么你会有一个非常结局非常幸福的剧本。这个你的剧本真的是很丰富很精彩的，好好珍惜吧。祝福你啊。好，以上是关于白色胶带这个选择的解读。朋友们听完之后，请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好，我们来进行龙脑选择的解读。选择了龙脑的这个朋友啊，你们的爱情剧本啊是比较另类的，充满了佛系的味道带有这个贾宝玉式的超然和远遁，仿佛看透了世间的一切，然后一声长叹，望着芸芸的众生最后留给他们一个背影，飘然远去。这就是红楼梦的背景所以你们的这个剧本实际上是非常丰盛的，因为能选择类似于红楼梦这种剧本的人，他一定是慧根非常的高的，而且他的情感是非常的饱满恰恰是因为过于饱满以至于这些饱满的情感最后无处盛放，这个世界已经盛不下它了，所以只好升华到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维度去了。那这个爱情剧本其中的频率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你现在面临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是善待自己的佛系能量，并且正向的引导它。恰恰是因为你经历的太多，恰恰是因为你看透了很多事情，很多人间的幻想，包括情感的沧桑都经历过了，可能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你就已经知道了它的结局。这种天赋呢，它类似于哲学家的天赋，
而哲学家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往往是带有很多先知和悲观色彩的啊，他们往往在一方面表达出极其强盛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呢，却又显得很是无能为力，甚至动力不足。那么这在你的爱情剧本中呢，是一个奇妙的矛盾组合体。一方面呢，你特别成熟啊，成熟的已经快要飘然而去，远离凡尘了。但另一方面呢，你知道自己的剧本还没有完成，还要去经历很多情场上的这些花花草草啊，还有波澜曲折呀。所以剧本还要继续，不要那么早就想着喊暂停甚至剧终哦。你这个主角的人设呀，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你好像什么事都明白，很多事情瞒不过你的眼睛。有时候过于明白的人呢，他反倒会烦恼多一些，比那个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呢，烦恼更多一些。因为他看到了所有事情的最终的走向和归宿，以至于变得没有那么激情，没有那么兴奋，仿佛一切都如梦如幻呐，像鸳鸯蝴蝶梦的梦一样。当梦醒来的时候，其实什么也没有，只是黄粱一梦。那这样的一个人，在别人看来真的是一个另类啊，就像庄子啊，成天在做梦。很多人以为啊，庄子不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人，是一个活在梦里的人，但实际上他又比谁都明白。所以很多事情还有很多剧情，你正因为看得明白，不愿意卷进去。那其实在你的内在呢，你更愿意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的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啊，尤其是精神世界里，它是如此的广阔和丰富，外面这些感情的波澜啊，仿佛冲击不到你。那其实在这个层面上，你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啊，这种内向又不是那种孤独和压抑的内向，而是一种非常丰盛和浪漫的内向。你可以活得非常丰富和浪漫，沉浸在自己的美好小世界里，甚至不需要感情的滋养啊，一个人也挺好嘛，很佛系啊，甚至躺平也可以嘛啊，又何须进行那些奋斗呢？又何须为爱情拼搏呢？只有有福之人才会这么想啊。那你命里注定的那一半呢？你的爱情对手戏，他的戏份怎么样啊？他的人设又怎么样啊？那可以看出啊，他是一个非常外表看起来非常绽放的人啊，而且这个各方面条件也都很出众，性格也特别好，其实和你是很好的互补。他可以和你一唱一和呀，你说什么呢，他就跟着走，性格也非常的柔顺。那你们在一起还真是很好的搭配啊。那他的性格呢，不愿意冒险，更愿意追随，跟着你的指挥棒走。那有这样的一个爱情的对手戏啊，也是你的福气。为上天对你真的不薄啊。傻人有傻福哈，虽然你看起来不怎么操心，也不需要怎么努力奋斗，但是有这样的福气在前面等着你。所以尽情欢笑吧，你的命运真的是上品哦。再看一看你的爱情剧本的抉择罗盘啊，这个罗盘中的因素呢，是一个重要的坐标，影响着你剧本支线剧情的走向啊。所以你在延续剧情的时候，优先要考虑哪方面的因素呢？在你的剧本里，这里给你的提示是你要把精神要素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是一个特别注重内心世界的人。那所以首要最重要应该排在第一的就是对方的心灵品质。这种品质不仅仅是道德啊，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诚信，它还意味着一个觉悟的程度。他要和你有一个起码的相应，能够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知道你在想什么，甚至可以能够和你共享梦幻世界。那他的文化品味也非常重要，所以你应该选择一个和你文化品味相当的这样一个人，这样你的那个美好世界就又多了一个玩家，那个美好世界的大门，精神世界的大门可以向他敞开，这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至于颜值啊，还有什么工作呀，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注脚啊。其实你的命里是非常有福报的，在你的命运里边，经济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其实不用你怎么操心，自然会有背后的支持力量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啊。你最不应该考虑的就是世俗的门第，不需要考虑这些名分呀、地位呀、社会职务，这些是你应该完全放下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启动你爱情剧本的那个最美好的结局。以下是这个爱情剧本的2个支线剧情啊，它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前行。看第一种可能啊，它可以说是一个风险的闯关，或者说风险的考验。这个问题出现在你和世俗世界的关系上。如果你的精神世界足够强大，如果你的身心的这个状态啊足够饱满的话，它在一个所谓的空档期，你能够扛过这个时期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反之，如果你的精神力不够强大，那么会被外面的世俗观念所腐蚀和改变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世界它会褪色，它会暗淡，那个世界的颜色会一点一点的剥落。那也就是说，你会变得慢慢的和普通人一样，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会褪去你内在的这些光华，变得暗淡，变得每天和你之前所不愿意变成的那些人一样。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固化和悲哀，你不应该成为那个样子的，你应该坚持内在的那团灿烂和美好的星星之火，它是支撑你走向与众不同的动力之源。所以这里要特别提醒你，不要触发这个剧情啊。这个剧情的前提就是，你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太疲惫、太劳累，要让自己的精神和这个支撑精神世界的这个身体一直很活力、很健康、很乐观、积极向上的，切记这一点。那第2个支线剧情呢，就更加的有意思了。这个支线剧情更偏重于主旋律啊，就是当你能够活出这种真正的浪漫和美好的时候，你的内在世界带你进入一个很美好的人生境界，包括爱情，又不只限于爱情。你会发现人生很多烦恼的幻象，然后超越他们这些困扰大多数人的焦虑啊、压抑啊，都对你无效。你可以在烦恼的乌云之上来尽情的翱翔。当然这取决于你内心的力量，你内心有一把非常智慧的利剑能够斩断这些烦恼，这是你应该走的首选的爱情剧本呀。所以在爱情中这些剧情都会被触发，关键要看你这个主角怎么来应对，怎样来选择，怎样来保持这个剧本的走向不跑偏这是你主要的功课。最后呢，来给你一点建议祝福。这个三角阵披露的信息是呢，你可以更加的积极有力一些。虽然你的主色调是非常的佛系，但这并不妨碍你有更多的主动的创造性。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不用那么被动，也不用过于悲观，要行动，要带着热情去行动。有时候不要想得太多恰恰是因为你有一份看得太明白的天赋，所以有时候不要三思，就要一思就可以了。这对你是特别好的平衡，这会让你去和很多人脉还有很多这个和你不一样的人发生交集，发生更多的交集。这对你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平衡，让你不至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这些关系和人脉也会支持你，给你更多的力量和正能量的循环，让你继续能够更有力量的走向前方，完成自己的剧本。总之，这个祝福是一个非常明快和简单的祝福，那说明你在各方面的这方面的指标还有各方面的条件起点真的很不错这样的剧本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上品的剧本，你要好好珍惜哦。好，以上是关于这个金色龙脑的选择解读。
请大家听完后选择一键3连支持我，谢谢。